好颜色。大王说的是什么？华如桃李。深秋季节，菊花丛中却开出桃李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也说不定是世外仙书啊。若真是世外仙书，必不带凡俗之气，也不会落到寡人的花园里来。小女子魏仪拜见大王。你不是秦国人？我是魏国人，前2日才到咸阳来看望我的姑母。你姑母，魏夫人？正是。你在此处做什么？姑母一直有心口疼之症，听说用这种黄花煮汤喝会有所缓解，所以才摘了一些。太医院有的是治好的药材，何须你亲自来采摘？听姑母说，姑母虽贵为夫人，但是人老珠黄不被看重，所以太医院的药材也不好再三取药。人老珠黄？不会吧？人情冷暖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啊。你倒是看得开。后宫就是这样啊，攀高结贵的。不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会是什么缘故呢？也许是因为华哥哥在大王的公子当中十分出众，所以姑母遭人嫉恨。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真话而已。时辰不早了，姑母该惦记了，仪儿告退。上面，再往上点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你别捡了，快，你也打。对对对，就是那。哎，好。小孩，这枣甜吗？问你话呢。啊，甜。那我能尝尝吗？啊。真甜啊！哎，这棵树上的枣啊，是宫里头最甜的了。你喜欢，多吃点。只有我知道，这宫里头啊，哪棵树上的果子最好吃。那你告诉我这些树在哪儿，我也去摘。我是魏夫人的侄女，要在宫中住好一阵子呢。还是我摘了给你送过去吧。那就谢了，小孩。哎，我不是小孩，我叫银通。寡人对魏夫人真的刻薄寡恩吗？这小丫头说话口无遮拦，大王不必往心里去。论华儿在众公子当中出众，这话倒有几分道理。华儿作为长子，甚为寡人喜爱，有军功，有担当。你说，他跟寡人提起魏夫人和华儿，是有心还是无意？能与大王如此巧遇，怕是有备而来。这么说，他是特意在那里等着寡人的。他是想为魏夫人和华儿说情。寡人明白了，原来这华如桃李的小女子，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。把它搅匀，你这也是从底下翻上来，要均匀。来，给我舀一碗，我尝尝。姐姐，啊，大王，你来了。寡人有口福了，老远就闻着桂花稠酒的香味了。大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呀刚刚酿了几坛子酒，待会儿你带回去。什么时候把你这门手艺传授给宫中的奴婢们，省得我老远的老是往你这里跑。你别糊弄我了，
大王到我这宫里来，不是只为了这桂花稠酒吧？什么也瞒不过姐姐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的公子们终于要分封了。关于分封，我已经让处理子去谋划了。公子们都长成了，有些个还军功在身，总不分封出去，也说不过去。不过朝堂内外的诸人都把这分封看成是立储先兆。是不是先兆，还不是全凭大王您的心意。虽说楚军该与分封无缘，但是诸国的公子中，先分封后立储的，并非没有先例，只是多些个周折罢了。姐姐说的是啊。来，大王，你快尝尝我亲自酿的这桂花稠酒。来，好。很香啊。年轻漂亮，这首饰都是多余的。父王说，公母年轻时走上大梁街头，万人瞩目。哪有那么夸张呀？人这一辈子，谁没有过如花似玉的光景呀？只可惜，岁月不饶人哦。哦，对了，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，特地让彩萍多拿了10几匹色泽亮丽的锦缎回来，说是大王赏的。那日仪儿当面向大王诉苦，或许大王心有所感。那些锦缎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。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。若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，让华儿留在咸阳，仪儿该说的，那日都说了。见面3分情，姑母还得想想办法，让你和大王再多几次不期而遇。初离子已将分封的安排递到大王那儿好一阵子了，大王那儿却一直没有音信。会不会是西边那个人在大王处作梗？西边哪个人？婢子胡说，王后恕罪。以后别再说东边西边的了，能够河水不犯井水就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王后。他说自己的孩儿不贪图王位，愿意分封到巴蜀去。此话虚实难辨，暂且当真吧。可魏夫人那儿又来了个美人，被人说的跟天仙一样，真是前有虎后有狼。过几日就立冬了，让荡儿把新学的拳法好好练一练。立冬之日，我把大王请来，让荡儿打给大王看。是。大王，外面太冷了，烤烤火吧。是。看这天，要下雪了。下雪好。瑞雪兆丰年。有什么话说吧，别欲言又止。臣弟已将诸公子封地的安排交给大王多日，不知是否妥当，还请大王示下。是啊，此事也该要做了，不然谣言会淹死人。寡人看过了，只是奇怪，为何只有名册和分封之疆域，却没有拟定谁分封在哪里？此乃君王之权，臣弟不敢擅专。臣只是依诸公子的人数，列出秦国还未分封的地块，请大王自专。寡人知道你的为难之处，就不勉强你了。这众口难调，就连寡人自己一时也难以决断。
只怕这段时日到你府上门游说的人不少吧？臣不敢。虽然有些争议，但终究是口舌之争，争多争少而已。是太平之争，倒是好事。不错不错，太平之争，确是件好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来这边。这块地处于赵魏之间，面积广大，是块好地，可以给是。这块地给公子封，这里给公子运。巴蜀乃新征服之地，虽然地域广大，但却是崇山峻岭，险恶难治。楚离子，依你之见，该派何人前去？臣以为派公子骥去为好。巴蜀险恶难治，寡人以为你会建议年长公子前去。巴蜀情况复杂，纵然年长的公子，也未必能够处置妥当。公子骥虽然年幼，但这次领兵进巴蜀的主将司马错、监军张仪皆与其母族交好，副将魏冉更是其舅父。再加上巴蜀连接楚国，其母芈月聪明过人，她熟悉楚国的环境，却又与楚王不和，正可于公子骥有所帮助指点。臣以为派公子骥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似乎有些道理。臣弟僭越了。你我兄弟，何必如此？起来吧。今日先到这儿，把刚才提过的这几个名字和分封之疆域，暂时封存在金柜之中，等议完后，一起颁旨。剩下的可以过些时日再议。是。